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琉璃。今天要分享的文章叫做《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》。文章来自夏虫意难平。3岁那年，我紧握着手中的棒棒糖，坚定地认为那最重要。5岁那年，我花了整整1个下午逮住那只蜻蜓，那一刻它好像是最重要的。7岁那年，我看着同桌手中的奖状，带着羡慕和一点点嫉妒，觉得那也许是最重要的。9岁那年，仰躺在树荫下，阳光斑驳地洒在脸上，一个悠闲的暑假于我而言是如此重要。13岁那年，我意识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对我的人生很重要。16岁那年，坐在教室里，微风穿堂，我盯着前排姑娘的马尾辫出了神，忽然觉得就这样一直下去也不错。18岁那年，我日夜苦读，求神拜佛，只为一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22岁那年，我告别校园，懵懂地踏进所谓的社会，一份工作又成了最重要的。24岁那年，迎来了我的婚礼。我看着满堂的宾客和我的新娘，她当然不是我16岁时爱上的那个姑娘，心中只觉得有些遗憾。不过那一刻，我的新娘就成了我最重要的人。25岁那年，我和朋友推杯换盏，吹牛打屁。不谙世事的年纪，只觉得面子最重要。26岁那年，我焦急地等在产房外，啼哭声打破了宁静。我知道更重要的来了。33岁那年，被房贷和车贷搞得焦头烂额的我，觉得钱可太重要了。38岁那年，医生要强的爸爸开始征求我的意见。那一刻，我猛然地意识到，他终于是老了。还是38岁那年，妈妈再没有训斥过我，而是不厌其烦地念叨，还带着些小心翼翼。我知道，他也会老的。又是38岁那年，儿子不再黏我，他有了自己的伙伴和生活。我知道，此后的一辈子，他只会不停地远离我。那一年，我恍然，可能时光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。40岁那年，我看着乱七八糟的体检报告，我才想起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重要。45岁那年，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半生，挺着啤酒肚，在工位摸鱼的时候，回想起年少时的梦想。我从未觉得梦想是如此的重要。50岁那年，看着儿子和一个还不错的姑娘步入婚姻殿堂，我眯着眼看着台上的儿子，不知道新娘是不是他16岁时爱上的那个姑娘，但还是觉得儿子的幸福比我的幸福更重要。55岁那年，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孙子屁股后面，生怕他摔跤。那一刻，我从未给予孙子远大的希冀，他平安快乐
便是最重要的。60岁那年，我将父母葬在了一起。年纪大了，很多事儿也便看开了许多。我没有流泪，只觉得爸爸的责骂和母亲的絮叨，在那一刻无比重要。70岁那年，妻子终是先走一步了。儿子儿媳事业有成，孙子在外地读大学，我只能无所事事地在大街上闲逛，莫名觉得妻子可比那广场舞的老太太重要得多。75岁那年，在医院里，医生让我出去，单独留下我儿子的时候，我明白时间不多了。趁着功夫，我给孙子打了电话。我想告诉他，如果你在16岁的时候爱上过一个姑娘，可千万要握紧，就像握紧3岁那年手中的棒棒糖。可思来想去，又觉得多少有点为老不尊了。电话接通后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爷爷想你了，有空来看看爷爷。”医生宽慰我说，问题不大。我笑着告诉医生，人生没有大问题，其实把日子过下去是最重要的。76岁那年，孙子回来看我了，让他看到我奄奄一息的样子，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别扭。儿子儿媳守在床边，泣不成声。我没有多余的精力思考什么最重要了，我只想着后事从简。儿子儿媳年纪也不小了，身体遭不住。孙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，请假也不好请，不要给领导留下坏印象。正想着，不知哪里吹来一阵风，迷了我的眼。我睁开眼，爸爸妈妈牵着手，脸上挂着我最熟悉的笑容。他们都是年轻的样子，张开双臂，示意我要抱抱。我好想他们呢，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跳下床，向他们飞奔而去。奔跑中，我变成了60岁的样子，50岁的样子，40岁的样子，30岁的样子，直到变成3岁的样子，他们终于又能抱起我了。我向他们点点头，他们也笑着点头，于是带着我转身离开。我回望一眼儿子儿媳和孙子，他们抱着76岁的我嚎啕大哭。虽然不舍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知道他们依然可以过得很好。所以什么最重要？什么都重要，但又不是非有不可。因为你曾经认为最重要的，总有失去的那天。